外媒称，普京的战争帮了中国大忙，欧亚大陆迎来巨变，中国该怎么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关于这场战争对于中国的影响，存在着极端对立的两种观点，有说对中国有利的，有说非常不利的。有利的理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打击了美国的霸权，等于为中国的崛起创造了新的契机。那么不利的理由是呢？战争行动破坏了全球化进程，而中国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能源价格上涨，又让中国这个能源进口大国损失了大量外汇等等。因为每个人的观点不同，所以又出现了挺乌派和挺俄派。其实我们更应该做一个挺中派，要从中国利益的角度来看待这场冲突。从俄乌冲突的深层次影响角度来看，普京的决策的确为中国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比如中国的战略能源安全保障问题，中国在欧亚大陆的领导力提升问题，甚至还促成了国际制造产业链向中国转移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美国的印太战略。所以不管俄乌冲突谁输谁赢，似乎中国都赢了。在这里我们需要看一下伯明翰大学国际安全教授斯蒂芬·沃尔夫的观点，他似乎也持相似的立场。普京在上合组织峰会公开承认中国对俄乌冲突的担忧，证明俄罗斯不能再假装其行动对其最亲密的盟友没有影响。当然，他说的盟友指的是中国，现实是中俄是朋友，但并不是盟友。他认为，从政治意义上说，中国可能会理解莫斯科的能源勒索对西方所施加的压力，但在经济上，中国更希望全球经济的稳定。中国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深感不安，其后果的深度和持久性仍然无法预测。普京承认这些担忧，表明他对中国的依赖日益增加。克里姆林宫因此而感到不安。随着西方制裁有效地切断了俄罗斯急需的技术，中国就成了唯一能够切实介入并为俄罗斯提供服务的经济大国。这位作者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关注，以及普京选择将其描述为与西方的文明斗争，为中国在其他地方增强其影响力创造了机会，而且是以牺牲俄罗斯为代价的。曾被认为强大的俄罗斯军队在西方支持的乌克兰手中遭受到了令人尴尬的挫折，这一事实大大削弱了俄罗斯在上合组织中的地位，在中国投射自身的利益，并将上合组织转变为以自身为主导的欧亚地区秩序的工具时，俄罗斯的弱点再次成为了中国的机会。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关系的亲近，也向这个在乌克兰战争中与俄罗斯越来越不和的国家发出了强烈的信号。由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哈萨克斯坦曾经作为中国货物到欧洲的过境国的地位已经下降。哈萨克斯坦也对本国的俄罗斯族有所担心，因为普京的行为引发了中亚国家的很多忧虑。俄罗斯的软弱也给中国带来了问题，包括俄罗斯难以在国际事务中给中国更强有力的支持，削弱了中国与美国争夺全球领导地位中的筹码等等。俄乌冲突将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冲击，而且呢，需要中国在中亚投入更多的战略资源等等。总体来看，俄乌冲突对中国有利有弊，并不存在全部正面或全部负面的结论。对一般网民来说，中国是中国，俄罗斯是俄罗斯。我们虽然有着友好关系，但是我们真正观察的是这场危机对中国利益的影响。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